Hello， 大家好，稍早来了，床车布局的差不多了。不久前我实际去露营并尝试了这些配置，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如何打造床车露营舒适灵活的睡眠空间吧。首先，当你在长途驾驶中感到疲劳时，你可以在高速公路的休息区或者是停车场，用第二排的座位搭建一个小床来短暂休息。使用加长床板，创造一个舒适的空间。如果有些倾斜，可以在下方垫个小枕头，并调整下高低。床铺很平整啦，躺上去好舒服啊。侧边还有小口袋，可以放手机哦。你也可以利用椅背后的折叠桌板进食补充或工作剪辑等等，这个区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。拉开两边拓展支架，这边还可以放水杯哦。只保留一半的延长床板，方便放下脚，让长时间坐姿更加舒适。旁边也是一个单人床铺哦。到达营地后，在整理之前，我习惯会先取下必备的营地拉车，进行营地的运补工作。例如，我可能拉一桶生活用水回来，或者在附近收集一些枯木和树枝，等等等等。考虑可能会遇到各种未知的路况地形，我认为选择宽轮胎的拉车非常重要。使用的是铝框架的营地拉车，重量轻且拉起来不费力，把手还有回弹功能。聚拢式结构缩小体积，收纳很轻巧。拉车上还有驻车踏板，即使斜坡也不会滑走。完成营地的运补后，我会让它当一个室外的置物区。拉车的载货空间很大，把后车厢的一些装备都先放进营地车里，就可以快速整理出床车了。搬出来的装备也不会弄得满地凌乱，随车可以移动，不会影响营地搭建。所以，无论是床车露营还是帐篷露营，小车都很重要啊！移出装备后，铺上小地毯，就是车上的室内活动空间。除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或者遇到天气问题想待在室内空间时，正常来说，在营地会尽量在户外区域活动，车窗做好防蚊措施，以防晚上睡觉被蚊子叮得满头包。接着搭建户外天幕，这样就能够享受到室外的舒适环境。放上自动充气床垫。再补充一些气，调整软硬度。气垫床尽量不要用嘴巴充气，因为会吹出湿气、口水，造成床铺内部损坏，也不卫生。现在的充气棒设计越来越小巧紧凑，还配了各种嘴型。上端也可以抽气。它还可以照明哦，3段强弱调整，还有信标和 SOS 指示灯，还可以拉起后端的挂钩当照明灯使用。收吊挂钩底部也有磁性，可以吸附在任何金属上工作照明。露营器具就是要一物多用。床垫铺好了，就拥有了一个近1.9米长度的睡眠床区，可以非常舒适的在里面睡觉休息。窗户打开，让空气流通，有纱窗防蚊，不担心蚊子的叮咬。另外，我还点亮了2盏温暖的泡泡灯。我非常喜欢这种小而温暖的灯光，触摸开关，操作方便快捷。最重要的是，车内的空间小，灯用柔软的材质制成，不怕磕碰，而且磁吸挂扣很容易取下。软球设计也可以轻松地站立在桌面，当桌灯、夜灯、气氛灯使用都很棒。也可以选配充电电池哦。这个软箱里是我的睡衣寝具，夏天通常不用睡袋，因为怕会感到闷。用这种轻薄透气的毯子，建议多准备1条，以洋葱式的方式使用。再盖上一块纱布做防尘。
休息了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以上就是我的床车露营睡眠系统介绍啦，可以在车上睡得很舒服哦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也可以参考我的配置，打造出属于你自己的露营梦幻空间。